谭影250明显是偏高转的发动机，所以有得必有失的就是在4000以下的低转扭力输出偏弱，之后随着转速提升，扭力输出迅速增强，到7000转左右，动力输出进入真正爆发段，能一直持续到8500的高转，进入峰值扭矩，最终万转段有。中后段提速可谓酣畅淋漓，动力体验上，皮带版和链条版没有什么差异。当然，皮带版的噪音是明显小了，无论是大油门加速还是正常骑行，明显更安静。谭影的整车循迹性良好，没有传统巡航车所表现出那种循迹性稍差的感觉。遇到短小 F 弯，连续大幅转向，由于巡航车特有的33度大前倾角，灵活性上就不及运动街车了，需要更多的转把变现，掉头转弯半径也比较大。但那是和运动街车比，和传统巡航比就灵活太多了，有6-7成运动街车的实力，弯道灵活，翻身下倾车身迅速到位。所以谭影250真正适合的是那些有长弯道的山路，跑山会很过瘾。5000转以后动力输出持续激情上扬，7000以上高转出弯，动力爆发快感，你完全不用担心谭影的极限不够，满胎压弯绰绰有余，即便100左右的激情压弯，至于减震支撑性、轮胎抓地力都足够你激情跑山。比如本次试驾的全程都是水泥路，一些地方还有洒落的碎石子，也无丝毫打滑感。当然也有不足，同样在5000转左右，脚踏和手把位却同步开始有较明显的震感，且随着转速提升，这种震感和频率都会增强。7000转左右时，双脚会有酥麻感，手把位震感要好一些，能接受。坐垫位由于柔软皮革的缓冲，也不算多强，靠近8000转时，震感才会缓解。即5到7000最常用转速区间，脚踏位震感较强，希望能有所改进。如果对常见巡航车有审美疲劳了，希望既有巡航车的舒适性和高颜值，又有良好的操控性，让周末跑山也能激情酣畅，还能兼顾长途摩旅的大续航、高通过性，那么价格不高20999元，合资大厂的轻骑销胜的谭影250就非常适合。